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缘去缘来总有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翠花的秘密》。和婆婆一起从医院出来的时候，我满脸担心，实在不忍心把这个消息告诉她。刚刚退休的婆婆还没享受过一天好日子，就患上了女性最致命的病——宫颈癌。我脑海中回想着医生说的话，切除子宫也不一定能活，癌细胞扩散得太快，已经到晚期了，你们准备一下吧。婆婆苦了大半辈子，给我培养了一个勤俭持家的老公，我不能让他就这么走了。况且现在流行女性帮助女性。犹豫了一会，我瞒着爸妈，把他们在我婚前过户给我的房子拿到中介去准备挂卖。没想到销售看了2眼，就把我的房产证打了回来，说这是伪造的，还叫来了经理，准备以造假证的罪名报警抓我。我爸妈过户给我的房子，怎么可能是假的？经理指着我的脑门，满脸的嘲笑：爸妈是不可能骗你，那你的枕边人呢？你这假的出奇，上面连个章都没有，做戏都不知道做全套。我被他说得一头雾水，在众人的非议下，我慌不择路地跑出了中介店。一路上我阴云满布，差点闯了好几个红灯。刚想开门问问老公怎么回事，就听到他兴奋地打着电话：美云，等我老婆死了，我就马上娶你。美云是我公司的合作伙伴，最近因为走合同的原因，她来我家联系的特别频繁。老公亲昵的声音就在门内，我的大脑瞬间顿住，停止了思考。她那天从医院出来，脸上都吓白了。我妈说了，她得了宫颈癌，还是晚期。与我的音域不同，老公张大海的声音激动地颤抖，音域直冲云霄。他再有钱又怎么样？到时候死了，遗产什么的还不都是我的？我妈都算过命了，我和你才是正缘，准能生个大胖小子。到时候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我带你们一起去土耳其旅游，浪漫。对面的李美云也响亮地笑了起来，还说了好多张大海持久的荤话，把张大海逗得草根乱颤。那他什么时候死？我的时间可是很宝贵的。张大海宠溺地隔空摸了摸，吞了下口水。也就这几个月了，我们先看看婚庆。我定在门外，听到张大海心满意足地挂了电话后，又变回那个斯斯文文的样子，真会演呐！我气得大脑发昏，一巴掌拍在门上。上个星期公司准备的3·8节福利，让每位女职工带家中亲属一起去体检，我就带了婆婆一起去。检查结果下来后，婆婆患了女性最致命的疾病——宫颈癌。我不想让婆婆难过，准备先凑齐巨额的手术费再跟她说。没想到她个不识字的乡下女人，转头就跟老公说是我得了癌。而我的老公呢？原本以为他舍不得花钱，是勤俭持家，可现实居然是他把自己的钱都拿去养小三了。我又要挣钱，又要负担一大家子的开支，到头来还偷了我的房产证，盼着我早点死。我越想越生气，但人在气头上反而会冷静下来。我跟爸妈打了个电话，说最近可能要回来住几天，又联系了好久不见面的闺蜜，约好了一场全身精油 SPA， 逛了好一会儿的街，给自己买了个大金镯子。我掂了掂，真沉，钱花在自己身上就是舒服。最重要的是，我还把婆婆宫颈癌的病历藏了起来。既然你们想让我死，那我倒要看看最后死的到底是谁。做好了一切准备后，我身心放松地回到了家。婆婆见是我回来了，脸色一板：这都几点了你才回来，还不快去做饭？我们都饿了半天了。婆婆一边发号施令，一边拉着我往厨房送。看到了我手腕上的新镯子，她眼睛一亮：现在金价贵啊，谁让你乱花钱的？自己还有几天不知道了吗？
这钱留着给我儿子东山再起多好，买首饰也不知道给婆婆也戴一个。你妈怎么教的你？”我冷眼看着她，眼神十分陌生，看来他们是不准备给我治病了，并且一门心思打着我那些财产的主意。原来他们以前对我的一切都是装的。婆婆还在不停地数落着我，我白了她一眼，转身就躺在沙发上开始看电视。张大海见我情绪不佳，拉起了我的手，顺便狠狠摸了2把那大金镯子。“老婆呀，你也别怪妈说话直接，咱们都要向现实低头是不？最后几个月了，你还有什么心愿就跟我们说吧，不要带着遗憾走。”婆婆一听，把手中的衣服一甩，叉着腰指着我：“她还有遗憾？能嫁到咱们家都是她的福气了，还遗憾？别人家一听到这个病，都上赶着让儿子跟你离婚，也就是我们老张家心善，还想着给你留个名声。”张大海看他妈发挥的差不多了，嘴角一撇，眼色一使，转头又唱起了白脸：“欣欣，妈的话你别往心里去，她没文化，但你有啊，你应该知道治这个病得花多少钱吧？当初娶你的时候，我们家都是借的钱，现在哪还有钱替你治病啊？至于这个房子，你就留给我吧，也不算你白爱了我一场。”我心头一跳，慢慢抬起眼来，仔仔细细地看起了结婚3年的老公。医生都还没宣判我死亡呢，这一家人反倒都开始盯着我的钱和房子了，甚至连一点希望都不给我，直接告诉我不可能给我治病。亏我白天还想着把房子挂出去卖了，给婆婆治病，我真是傻。我紧紧盯着张大海，只问了一句话：“你真的让我去死吗？”张大海闪烁着眼睛，不敢跟我对视。要怪就怪你命不好，摊上这么一个病。不过再怎么说，咱们都做了3年夫妻，你放心，你的身后事我一定给你办得风风光光，你就当是提前去天上保佑我们吧。这个时候，婆婆也开始不合时宜地哭了起来。不过她并不是为了我哭，而是心疼她的儿子。我可怜的儿啊，娶了个不会生的女人，连儿子都没有一个。说完，她又马上把头往我这边转了过来。我告诉你，你没能给老张家留下香火，休想上族谱。作为补偿，你还要把房子过户给我们，算是给我儿子这3年的青春损失费。我被他俩人的脑回路惊呆了，不过我心里一点都不慌，反正得宫颈癌的人又不是我。我看着张大海入戏颇深的样子，心痒痒地问：“老公，要是得宫颈癌的人是婆婆呢，你也不治吗？”张大海愣了1秒，当即给了我一巴掌：“关欣欣，我给你脸了，你竟敢这样说我妈？你知道我妈把我养大有多辛苦吗？你不但不洗衣做饭孝顺她，还3天2头的往外跑，你这像是做儿媳的样子吗？”婆婆看我被她儿子打了，不但不拦着，还颇为得意地笑了起来：“大海，打得好，让他咒我，赶紧给妈道歉。”我低着头，埋着眼，他们见我如此低眉顺眼的样子，心里不免得更加嘚瑟了。见我弯下腰，婆婆以为我要向她下跪认错，没想到我反手就抱住了她的老腰，往地上一个抱摔：“是不是咒你？你就等着瞧吧！”看我把婆婆掀翻在地，张大海立马起身拦了过来：“关欣欣，你敢打我妈，不就是说了你2句？”我冲他不屑地笑了笑：“怎么，我得病了就得去死？你妈得病了就得卖房子去治？老婆，你误会了，我没说不治，但你可千万别卖房子啊！”婆婆在地上哭作一团，双手垂着地，披散着头发。医院里都是骗人的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把钱送给外人啊！老公也抱住了我：“你就认命吧，我们来世再做夫妻。”我看着他俩人一唱一和的，算是听明白了，合着医院也不让去，
买房子治病那是更不可能，恨不得现在就让我把钱转账给他们最好。真是好狠毒的心思。看着婆婆哭得起劲，还以为她多么舍不得我嘞，那我也哭了起来，拉着张大海的手不放。老公，我还没跟你生儿子呢，现在就走我不甘心呐，要不我先找人把我俩配个冥婚吧，这样我下去了也有个伴不是？这话一出，把他们俩人吓得一哆嗦。老婆，我这寿命还没到，这不太好吧？哪里不好？不是你说咱们是一辈秃子的夫妻吗？而且下辈子还要做夫妻呢。张大海的脸瞬间又白了一层。老婆，你也别这么悲观，幸好我托美云给你找了净空大师，听说到了他那里，就算是癌症也能跟你治好。净空是我们那里一个和尚的法号，平常只会找别人讨钱，啥都不会。呸，还大师，就是一骗子。我看着张大海急迫的表情，心中那最后一丝希望也磨灭了。原来他说的给我治病，就是把我丢掉庙里自己等死。我假装抹了抹眼泪，老公，你想得太周到了，我就知道你不会放弃我的。张大海得意地笑了笑。我瞟了一眼婆婆，接着说，现在女性患宫颈癌的几率太高了，不如婆婆也跟着我一起去，防患于未然嘛。我将计就计，这两人我一个都不想放过。婆婆听到我的提议，瞬间往后退了2步。张大海看到事情马上就要成了，拼命往他妈那头使眼色。反正不是他去，只要最后能得逞，他根本不会在乎别人的死活。妈，好歹你们也是婆媳一场，你就去最后陪欣欣一程吧。然后还当着我的面给我预约了庙旁边的5星级酒店，说是不会苦着我修行。老婆你放心，大师都说了，短则3个月，长则1年，你一定会康复的。对了，老公，我一人在外不安全，你给我买个保险吧，要是我真出什么事儿了，你和妈还能有个照应。张大海一听，眼睛立马放起了光芒，这样等我死后，他还有一大笔的赔偿金。想也不想的，他开始给我购买起了保险。就在这时，我又说，光是给我一个人买还不行，你得跟妈也买一份，毕竟我们一起出去，你可不能厚此薄彼呀。张大海虽不情愿，但看到我誓不罢休的态度，才硬着头皮给他妈也买了一份，还想着等我死了领钱，到时候领的可是你老娘的钱哟。就这样，我带着婆婆一起去了庙里面修行。张大海也没闲着，天天把李美云带到家里来约会。她不知道，其实家里早就被我安装了摄像头了。婆婆起初还跟着我吃斋念佛，后面撑了几天后，她就忍不住了，居然趁我不在的时候收拾东西溜了。她不在我也好，反正我也不是真的过来念佛的。于是我也走了，转头就上了我闺蜜的家。没想到婆婆为了防止我找到她，还把我的微信删了。通过闺蜜的手机，我看到她正在张罗着张大海和李美云的婚事，外加还时不时的在朋友圈里晒聊天记录，都是一些李美云讨好她的话，说什么以后进了张家，第一件事就是给张大海生个儿子，1年后再生个女儿，争取3年抱俩。还有一些诋毁我的话，骂我是不下蛋的母鸡之类。在婆婆的视频号里，我看出她的肚子鼓得越发的大了，明显子宫已经开始脱垂，脸色也不如从前了。她还以为这是在庙里吃了2天斋饭的原因。我关上手机，不再去想那些糟心事，转身就买了2张机票，和闺蜜一起出国玩了2圈。再次回来时，房管局已经给我补办好了房产证。这次我把它老老实实的放在了爸妈的家里，处理好一切后，我大摇大摆的回了我和张大海的家。那天晚上，
我一推开门，就看到李美云依偎在张大海怀里，身下睡着的正是我当年斥巨资买的按摩床垫。李美云的手还勾着他的脖子，嘴里喊着亲亲老公。而我的婆婆呢，正搁厨房里给他俩做宵夜呢。以前一碗面条都舍不得给我下的婆婆，居然做起了鲍鱼给他们吃。出门也就1周时间，家里已经完全变了样。那些我细心呵护的植物都逐渐地开始枯萎，转而被换上的摆件是那样的艳俗不堪。3年抵不过3天，婆婆一见到我，愣了一下：“欣欣，你怎么回来了？”我横了她一眼：“怎么，我一个明媒正娶的人还不能回来了？难道这个家是李美云这个小三的家吗？”张大海被我的气势吓到，赶忙起身穿了件衣服，护着身后的李美云：“欣欣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”张大海还在尴尬地解释，李美云听了后却不干了：“张大海，你现在的老婆是我。”他指了我一眼：“你不会还在怕这个要死的人吧？他能把你怎么样？”婆婆听见我们的争吵，也凑了过来，尖声道：“关欣欣，你总不能让我儿子守活寡没人伺候吧？男人不能憋，要是把我儿子憋死了怎么办？”李美云得意地抖了抖胸前那2两肉。张大海说了：“等你死了，他就会娶我。不过你要是识相，自己退出倒也不错。毕竟你不能生，连做女人的资格都没有，哪个男人还会要你？”婆婆也见缝插针：“不是不能生，是得了宫颈癌，子宫都要烂掉了。”张大海看到眼前的这2个女人都力挺他，顿时把刚才的窘迫冲之一篑。我妈说的对，你也别怪我们，谁叫你得了这么严重的病呢？可张大海话还没说完，婆婆就痛苦地捂住肚子，嚎叫了一声，好大一滩血从她身下流了下来，裤子鼓起了一个大包，子宫脱垂，伴有严重出血，已经是晚期了。张大海顿时失去了刚才的嚣张气焰，眼神里满是惊恐：“妈，妈，你怎么了？”我转身笑了出来，指着婆婆裤裆里的肿块道：“你还不知道吧？你儿子给你买了巨额保险，就等着你癌症死了拿钱呢。”说完，我瞟了一眼同样害怕的李美云：“谈合同谈到别人老公家里来，你也是业务很广泛啊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公司都是上门服务呢。”李美云脸色难看得快要滴血，要是这事儿闹到她公司里面去，这工作肯定是不保了。婆婆不知道得宫颈癌的人是她，还在嘴硬道：“大海，你别听她胡说，我就是月经来了，妈都还能生，就她不能，她这是嫉妒我嘞。”旁边的李美云也附和道：“就是，妈的身体健康得很，那体检单上不是写得好好的吗？”张大海一听，果然又插直了腰板，冲我吼道：“关欣欣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唬我，劝你收起你那心眼子，赶紧把房子过户给我，咱们还能好聚好散。我妈都60多了，还没绝经，而你呢，要死别死在我家。”我嗤笑一声，平静地拿出当初婆婆体检的那张单子，甩到她的面前：“张大海，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你妈是得了宫颈癌晚期才会出血，不是什么没有绝经。你们想象力这么丰富，怎么不去写小说呀？医生说了，也就最多3个月的时间了，你们还是早点准备吧，免得到时候上坟都赶不上热乎的。”婆婆大字不识，看不懂体检单，还在那疼得干嚎。张大海却身形一正，脚步不稳，就要往后面倒去。眼见白字黑字就在眼前，他也不得不相信我说的是真话了。李美云见情况不妙，冲上来就要把体检单一撕，可张大海不答应，转头就给了李美云一巴掌。啪！姓张的，你敢打我？李美云满眼的不可置信，
他疯狂地摇晃着张大海的双臂，见他不为所动，又转头过来冲向我：“都是你！你个要死不死的狗皮膏药，休想破坏我跟我老公的关系！”张大海难得的清醒了一会儿，他抓起李美云的膀子就往门外拖去：“滚！谁是你老公了？你也不看看自己，都被人玩烂了，还想赖上我？”李美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一时间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。“你骗我！你这个骗子！你只是想签完这单合同，对不对？”我看着他们两个闹作一团，嘴里不停地冷笑。男人不就是这样，谁对他有利，他就选择谁。现在李美云给他提供不了任何价值了，他就可以踹了他。之前嘛，以为我得了癌，没得治了，就想另找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给他传宗接代。现在知道其实是他妈得了癌，我一点事儿都没有之后，转头就又扒上了我，生怕我真的跟他离婚，一分钱都分不到。这样的男人，我居然花了3年才看清。婆婆还躺在地上哀嚎，她就算再没文化，现在也看懂了情况。大海，真的是我，这不可能啊！那天从医院回来，明明是他的脸色跟死了人一样难看，他在地上爬来爬去，把那张染了血的体检单捡了起来，倒着看了半天。得到张大海肯定的眼神之后，终于撑不住，白眼一翻昏了过去。张大海也瞬间跌坐在地上，脸色铁青，像被雷击了一样。“妈，你走了，我可怎么办呢？欣欣，我知道你有钱，你赶紧想办法救救咱妈吧。”张大海跪在我的脚下，拉住我的裤腿，开始求起情来：“我不要你这房子了，我错了，你把房卖了给咱妈治病吧，我就这么一个妈，我不能没有她呀！”张大海眼泪鼻涕流成一块，我嫌弃的一脚把他踢开：“你不是说得这个病是命不好吗？要怪就怪你妈命不好，找我有什么用？要不你把他送到净空大师那里去呗，不出1年准能治好。”看着张大海这一脸的倒霉相，我的心情颇为不错。“欣欣，求求你了，我马上就跟李美云分手，你还是我的老婆，你就原谅我，卖了房子救救我妈吧。”我瞥了他一眼，实不相瞒，这房子我已经转到我父母名下了，你们收拾收拾，明天就跟我搬走。“什么？这是你爸妈给我们买的婚房，怎么能说收回去就收回去？经过我同意了吗？”婆婆这时也稍微清醒了过来，她瘪着一张嘴，眼睛恶狠狠地盯着我：“大海，你别听他胡说，房产证早就被我藏起来了，他不可能过户给别人。”我一声冷笑：“老妖婆，我名下的房子，直接去办挂失补证件就好了，倒是你偷拿我的房产证，要不要我报警把你抓起来呀？”估计是现在的信息量太大，婆婆脑筋已经有点转不过来了。但张大海听出未来了，他见我态度坚决，扯着大嗓门指着我：“我妈说了，你就是个毒妇，果然，你的心是黑的。你把房子收走了，我和妈住哪去？难不成让我们去睡桥洞吗？这些年我妈白对你好了，你不仅不给她治病，还要把我们赶走，你就不怕天打雷劈？”我叹了一口气，开始反思自己当年究竟是怎样的恋爱脑，才让自己嫁给了他。张大海还在无耻地说着什么，我一刻也不想听了，拿起自己的包包就往门外走。李美云却拦住了我，让我不要把她当小三的事说出去。我转身冲她一笑：“多亏你提醒我呀，我这就打张横幅挂到你公司门口去，做业务做到别人老公床上来，你也真是有本事。”临出门前，我哼着歌，还对着张大海说：“你还是快点帮你妈找个坟头吧，现在死还能赶上今年的清明呢。”我开着豪车一路回到我爸妈的家，
他俩早就等在门口了。一进屋，我就闻到了熟悉的饭菜香，没有了奇葩婆婆和老公的骚扰，我简直不要太轻松。但我们才刚吃上饭，张大海就拖着他妈敲响了我家的大门。他们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，睡在我家的楼道里。欣欣，求你原谅我，救救我妈吧！张大海拉住我的手，说什么也不肯放开。都怪李美云，是她说找净空大师算了，他能跟我生儿子，我才一时糊涂。后来我发现自己最爱的还是你，我们一起走过了大学4年，好不容易熬到结婚，加起来都有7年了。我们俩才是真爱，只要我们经受住了这场考验，我们一定能一辈子幸福的。张大海把他妈抱过来，他妈裤裆下都流了一地的血了。欣欣，从你到咱家来的第1天，我就知道你是个好姑娘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只要你愿意出钱救我，我一定让我儿子对你好一辈子，还把我的老本全都传给你。你看可以吗？婆婆也在旁边虚弱地说着，要是放在几个月之前，说不准我就会心软了。毕竟他们的表面功夫做得很好，要不是这件事把他们炸出来，我准要被他们骗一辈子。但现在我已经知道他们一家的真面目了。我从小就是富家女，追求我的男人不知道有多少，就是因为张大海坚持不懈地追求我，对我甜言蜜语，糖衣炮弹，满足我的一切情绪需求，我才违抗父母的意愿下嫁给他。下大雨，他会专门从宿舍过来，只为跟我送把雨伞。每天早上，他都会为我买好早餐，在楼下等我。只因为我说了一句，早上不吃东西容易犯胃病，就连每次出去玩，他都会提前出去做兼职，赚够约会经费。即使知道我家有钱，也不让我花1分钱，展现他男人的担当。我就是被他所做的这一点一滴打动的。为了他，我和父母决裂，他们怎么也不同意我嫁给连房子都没有的张大海。后来看我态度坚决，非他不嫁，才勉强给我安排了一套3居室。现在我已经想清楚了，张大海以前之所以那么奋不顾身地追求我，不过也是图我家的钱罢了。毕竟我家只有我这一个独生女，拿捏住了我，不就等于拿到了我家的所有财产？他们对我的好，都是骗我的。婚后我为了心疼他，自降身价，让他不再为我花钱。没想到他转头就带小三去旅游，借口说是出差。在他心里，我已经到手了，所以没有必要再去伪装自己哄我了。于是慢慢露出了自己的本性。第一次见到婆婆时，她也热情地拉住我的双手，为我套上了一只玉镯子。她说这是他们家传给儿媳妇的，自打见我第一面起，就认定了我是他们家的人了。我当时还感动得一塌糊涂，后来我才知道，那被她说的价值千金的玉镯子，就是个地摊货，连100块都不到。想到他们2个都把我当傻子糊弄，我的内心就直发冷。张大海，你死了这条心吧，还把我当冤大头呢，以为我是扶贫办主任，非要扶你家的贫吗？张大海被我说的一愣，他没想到我现在这么不给他留情面，还把我当成之前的乖乖女。他往婆婆那使了个眼色，婆婆立马心领神会，倒地开始哀嚎起来。欣欣，我知道你还在怪我们，是我不中用，给你们添麻烦，但是大海还是爱你的呀。你要恨就恨我，别恨我儿子啊。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，妈以后一定加倍补偿你，求你给我一条生路吧。我克制住自己内心的恶心。少来这套，我现在已经不是以前单纯好骗的关欣欣了。你之前不是说谁得了这个病，就是拖累全家吗？你儿子那么有本事，你让他去给你治病啊！我现在跟我爸妈过得好好的，幸福得很，你们别再来找我了。
我刚要走，张大海又拉住我，他强忍着怒气，但还是压声说道：“欣欣，我不求你别的，你不出钱可以，我可以出去打工，但我妈在医院不能没人照顾啊！你能不能看在我们最后的情分上，让我妈在医院不要那么痛苦？”我打开他的手，谁妈不义谁弥补，那是你妈，又不是我妈，就算是死在医院都跟我没关系。放手！婆婆见求了我半天，态度还是那么强硬，索性也不装了，拖着残缺的身体横在我家门口。关欣欣，你休想不管我，我就算死，也要死在你家门口，做鬼也不放过你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还是你法律上的婆婆，你不可以弃养我，否则我是可以起诉你的。张大海暗暗地给他妈竖了一个大拇指，不用想也知道，这一定是他教给他妈的。他妈一个乡下女人，连字都认不全，哪还会懂什么法律呀？我不管，除非你给我100万，否则我就赖在你这里，看你怎么做人。婆婆叉着腰，淌着血，声音虚弱，但丝毫不影响她的泼皮无赖。张大海也瞪大眼睛冲着我：“关欣欣，我妈要是因为你死了，我要你陪葬。”这对母子终于演不下去了，刚才对我又是悔恨又是保证的，还是冲着我的钱来的，这下看我不给，果然又露出了本性。我做事就要关门，横了他一眼：“你妈死了，你不正好的那100万的保险赔偿吗？我看你现在还不送你妈去医院，就是存的这个心思吧？”张大海一听，脸色大变，上前就要抓住我。我砰的一声就把门一关，给他撞了个狗吃屎。婆婆不可置信地指着张大海说：“大海，你什么时候给我买了巨额保险了？”妈，你别听他瞎说，他就是挑拨我俩感情的。我要去医院，快送我去医院！婆婆往地上一瘫，嘴里还在疯狂地叫嚣着，可虚弱的身体就像一只泄了气的纸老虎，再也耍不出威风了。张大海怕他妈真的死了，赶紧打了个车去了医院。我关上门，继续和爸妈一起吃饭，还连夜订了2张飞机票，约好和闺蜜一起去意大利玩一趟。欧式的建筑和开放的风土人情治愈了我的心灵，我也暂时忘了婆婆和张大海那码事，可能是上天格外怜惜我吧。这段时间，我重拾起我的事业，不仅开拓了新公司，还一连接了好几个外汇的单子，赚了不少钱。看来渣男和奇葩婆婆会阻挡财运，这个说法是真的。张大海自从那天把婆婆送去医院后，就一直联系不上我，他只好又找上了李美云，想让李美云给钱治病。没想到李美云早就看破了张大海的真面目，不仅去医院大闹了一顿，还差点拔了婆婆的呼吸管。婆婆一气之下昏迷不醒，医院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，给她做了1晚上的抢救。随着宫颈癌的病情越来越恶化，医生也跟张大海说，就这1个月左右了。张大海看李美遇不上他的当，又转头来跟我打电话求情，只是没想到，我早就把他拉黑了。他在医院楼道里坐着哭了好久，都没人理他。直到婆婆真的快不行了的那一天，我才缓缓到了医院。只是我不是去交医药费的，而是去看戏的。我背着新买的驴牌包包，开着小跑车，一路风光的到了医院。一进病房，我就被一阵臭气熏得睁不开眼睛。只见婆婆像一滩烂肉一样横在病床上，由于张大海的疏忽照顾，身下已经长了好大一块褥疮，床单被恶臭的脓水沾满了，散发出一股下水道的味道。桌子上也摆满了吃剩下的外卖，我凑近一看，已经全部馊了。而张大海就跟没看到一样，坐在一旁的小板凳上，眼下一片乌青，眉毛耷拉在脸皮上。这和3个月之前好吃懒做，
吃软饭的他天差地别。那时候的张大海还穿着名牌衣服，打着李美云的主意。现在的他身无分文，像个要饭的。婆婆虚弱的气息在床上游荡。她看到我来了，有气无力地抬起手来朝我招了招手。欣欣，是欣欣来了呀，我的好儿媳，妈想死你了。我就知道你是个有良心的，和李美云那个贱人不一样，不会见死不救的，对不对？再怎么说我都是你的婆婆，你是个好孩子，快去把医疗费交了吧。听到婆婆的话，我没忍住笑出了声。她居然还以为我是来救她的，可是一个被你天天给脸色看，稍有不满就出言训斥的人，怎么可能还去救你呢？我找了块干净的地坐下，翘起二郎腿。医院里都是骗钱的，这可是你亲口说的。既然如此，我为什么还要把钱给医院呢？婆婆愣了一下，艰难地张开口，眼泪瞬间就流了下来。欣欣，以前都是妈不对，你就救我吧，我还不想死。张大海也扒住了我的裤腿，只是眼神里更多的是对金钱的渴望。欣欣，一夜夫妻百日恩，你别赌气了，好吗？我像看见了什么脏东西一样，飞速地往后一退。张大海，谁跟你是夫妻呀？离婚诉讼我都递到法院去了，我跟你早就不是夫妻了。你少往脸上贴金，难道你要眼睁睁看着我妈去死吗？你好歹毒啊！张大海一激就怒，现在连演戏都不会演。我跟看猴子一样的看着他，我可没这么说，是你们当初说早点死还可以保佑家人，你就当你妈提前去保佑你了呗，或者给你妈治病的这些钱留给你东山再起啊！我一句句诛着他们的心。终于，婆婆在我不断的挑拨下动了气。关欣欣，你个贱人，要不是你当初隐瞒我的病情，我现在能变成这样吗？这都是你欠我的。婆婆气得把东西打砸一通，结果一个不小心拔掉了自己的气管子。她的声音越来越小，小到最后没有了呼吸。要欠也是你们欠我的，还有什么话就留给阎王去说吧。张大海瞪大了眼睛，看着婆婆死在了自己面前，他大口喘着气，双手一张就要向我扑来。关欣欣，你害死了我妈，我要杀了你！就在他向我冲来的那一瞬间，被赶来的医护人员按在了地上。他大叫一声，不分青红皂白地冲医生一咬，结果换来了一针镇静剂伺候。看着这乱作一团的样子，我勾了勾嘴，拍了拍自己肩膀上落的灰，神清气爽地走出了医院。转眼就是1个月。我从分公司回来后，听同事说，李美云因为私生活不检点，败坏公司名声，外加窃取公司机密被开除了，还上了征信名单。现在没有任何一家公司敢用她。当然，那张检举他私生活不检点的横幅是我弄上去的。而张大海呢，因为找不到我，只能去找李美云，却反被李美云捅了个半死。先前给他妈买的保险也是假的，只是当时为了敷衍我而做样子，结果现在自己没钱治病，只能躺在医院走廊上，天天吃着最便宜的药，苟延残喘。现在的他们都已经伤害不到我了。听了同事的转述，我感叹了一句，这都是他们自作孽，不可活呀。最后张大海病死的时候，还是社区医院过来处理的。本来社区是先找到了我，但由于我们的离婚官司已经判了下来，我已经和张大海没有任何关系了，所以我拒绝了处理他们娘俩的身后事。现在的我不仅有钱，还更加专注于自己的身材管理了，变成了妥妥的富婆姐姐。追我的男生从星巴克排到了百草园3味书屋，我没事就和闺蜜一起旅游，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，逛逛街，促进一下经济发展。好不快活，
期间，爸妈也劝我要不再找一个，陪陪自己也好。我答应了他们，只是我现在选男人，有了自己的一套准则，那就是可以给爱，但不能给钱。下面我们来听第二个故事。熬夜看了一本小说，被里面的恶婆婆气得心口痛。我激情写下500字书评，将无脑护着出轨儿子，逼得儿媳抑郁跳楼，害得孙女被拐的恶婆婆狠狠骂了一遍。谁知一觉醒来，我穿进书里了，还传成了我闭眼前刚刚激情辱骂过的恶婆婆。这本书的女主正是我年幼被拐的孙女。小说一开始就写她是个饭店打工的小服务生，无意间招惹了集团太子爷，两人上演霸总爱上灰姑娘的戏码。剧情进行到两人在一起后，霸总开始帮我孙女找家人，然后引出他备受恶毒奶奶折磨的悲惨童年经历。此时，书中那温柔美丽的儿媳、乖巧听话的孙女正手牵手站在我面前。想到他俩的遭遇，我心中一软，忍不住怜爱起来。只是我还没来得及说话，面前凭空出现一个蓝色面板，儿媳和孙女都没看向面板方向。我意识到这个东西仅我可见，面板上面出现几行字：传输系统为您服务。下面发布剧情任务，一巴掌甩在儿媳脸上，并大骂：没眼色的东西，还不去给我倒水！儿媳的脸白嫩的跟水豆腐一样，我怎么忍心下手？我没有动作，悬空在我眼前的面板上徐徐出现2行字：温馨提示，不做任务生命值将会被清空，任务倒计时1分钟。眼看着倒计时59秒、58秒，慢慢跳动到10秒，心口处蔓延出一阵刺痛，眼前开始发黑。我瞬间意识到，不做任务真的会死。我立马起身，对着一直等在我面前的儿媳脸上扇了一巴掌，倒计时卡在1秒。我迅速念完台词：没眼色的东西，还不去给我倒水！面板消失，胸腔的刺痛也消失，视线恢复清明。我看到儿媳捂着脸，委屈地望过来，孙女瞪着圆溜溜的眼睛，被吓到一般。啊！我在心里大喊：我真是罪该万死！这么漂亮的儿媳妇，这么可爱的小孙女，我怎么能欺负她们？孙女歪着头，疑惑地打量我，小嘴里轻轻发出一声“咦”。儿媳惊讶的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一瞬，转身去倒水了，接过儿媳倒来的热水。我下意识说了句“谢谢”，还没说完，该死的蓝色面板又横空出现，警告：表现得过于礼貌，不符合恶婆婆人设。我忍住翻白眼的冲动，话音一转道：谢谢我就不说了，伺候我是你应该做的。视线落在儿媳柔嫩白皙的手上，我在心里赞叹：这么美的一双手，怎么舍得让她干伺候人的活？正走神呢，突然听到一声轻笑。我抬头，儿媳眉眼弯弯地望着我：妈，你中午想吃什么？我给你做。真是妈妈的天使，被我打，被我骂，还能对我笑脸相迎，给我做饭。我正想回复，剧情任务又来了，用嘲讽的语气道：谁稀罕吃你做的那些不入口的东西？对于儿媳的手艺，书里可是大家赞赏过的。我不想拒绝，可是命比口腹之欲重要，只能忍住馋劲，念出恶婆婆专属台词。由于拒绝了儿媳，我中午只能顺从剧情一个人出门吃饭，选了一家看上去不错的私房菜馆。点菜的时候，我眼珠子一转，将最贵的菜点了个遍，最后剩了好几道没怎么动过的菜。我让服务员帮我打包，回家时，儿媳正在拖地。我随手将打包的菜丢到她面前：晚上你们就吃这些我吃剩的，可不准浪费我家的钱去买菜了。
给儿媳孙女吃剩饭剩菜，符合恶婆婆人设。警告面板果然没有弹出来，我心里得意，带回来的可都是又贵又养生的好菜，正好给儿媳孙女补身体。眼看着儿媳接了剩菜，还一副欣喜的样子，我心里更怜爱了。多温婉柔顺的一个姑娘啊！到了睡前，安静一晚上的系统又开始作妖了。剧情任务：狠狠拍门将儿媳吵醒，并命令她明天凌晨4点起来准备8个菜作为早饭，说你6点起床要吃。任务倒计时5分钟，凌晨4点，2小时做8个菜。这歹毒的系统，这个点，儿媳早就带着孙女去睡觉了。我孙女才4岁，正是觉多长身体的时候，现在要我去砸门，把人吵醒起来走戏，我有些不情愿，磨磨蹭蹭地看着倒计时走到3分钟，才起身往儿媳房间走去，深吸一口气，开始一巴掌接一巴掌的狠狠拍门，砰砰声响彻寂静的家里。没一会儿，门从里面打开，儿媳抱着孙女出现在我面前，孙女圆润的小脸蛋上挂着泪，正在小声啜泣。我在心里不住地道歉：可怜的孙女崽崽，奶奶吓到你了吧？真对不起。任务倒计时只剩30秒了，我忍住愧疚，冷着脸对儿媳下命令：你明早4点起来给我做8个菜，我6点起来就要吃。儿媳有些无奈，但还是答应道：好，妈有什么想吃的吗？她好温柔，这样都不对我这个恶毒的死老太婆生气，我要忍不住泪眼汪汪了。我迅速转身，不让儿媳看到我露出感动的神情，只保持着语气生硬道：自己看着做，什么都问我要你有什么用？儿媳说：好的。总觉得她话音带笑，语气更温和了，但我不敢转头去看，背对着他们一步步走回自己房间，隐约听见孙女小声问了句什么，奶奶，声音，然后是儿媳柔声回答她：嘘，这是秘密，母女感情真好啊。想到小说里，孙女历经辛苦找到亲人，结果发现模糊记忆里那个温柔哄她的妈妈早就死在10几年前，女主站在妈妈墓前流泪的剧情虐得我跟着哭了一回，真该死啊！现在我被迫变成了悲剧的始作俑者。我狠狠唾弃自己。早上6点，我睡得正香，脑海里突然嗡声大作，我费劲睁开眼，看到眼前漂浮着蓝色面板，才想起来我现在已经穿书了。困意一阵阵袭来，我用手强撑开眼睛看清任务，走到客厅，将桌上的菜掀翻在地，并骂道：你这女人是不是对我有意见，竟做些我不爱吃的菜？畜生啊！这系统眼看着倒计时在跳动，我起床穿衣，打开房门的一瞬间，食物的香味就将我围绕。儿媳正在往桌子上摆菜，暖黄灯光下，一身粉色围裙的她看起来十足柔美，真漂亮，长得跟明星似的。我在心里猛夸，脸上却摆出冷漠的表情，视线往桌子上嫌弃的一扫，红烧狮子头、清蒸虾、糖醋排骨，都是我爱吃的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一手扯起桌布大力掀开，噼里啪啦一阵响，装菜的碗碟碎了一地。我紧接着念出台词：你这女人是不是对我有意见，竟做些我不爱吃的菜？心痛的眼泪不争气地从嘴角流下来，看着儿媳错愕又难过的眼神，我几乎不敢和她对视。对不起，呜呜，我控制不了我自己呀。我继续板着脸，从包里掏出一张卡丢给儿媳，以后给我买农场专供的新鲜食材。我可不像你们穷人家出来的，菜市场那些打了药的菜也配入我的口。卡里有50万，算是我给儿媳补偿的小金库。系统没有发出警告，我猜测它只监测我的行为和台词，
只要符合挑剔刻薄的恶婆婆形象就行。对于我给卡的行为，应该也会判定成是为了羞辱儿媳穷苦出身。儿媳沉默地收起卡，并没有对我的行为产生什么不满的情绪，甚至嘴角还带着些无奈的笑看着我，像看一个不懂事闹脾气的孩子似的。她温顺地答应一声，开始收拾地上的一片狼藉。我转身回房间，准备补觉，一边走一边背对着儿媳，露出一个得意的笑。哈哈，她肯定没看到我在掀桌时偷偷往盘子里抓了一把。我手上此时正油乎乎地攥着一坨狮子头和2块糖醋排骨。等进房间关上门，我就细细品尝。身后打扫卫生的儿媳突然低笑一声，我下意识把手缩进睡衣袖子里，转头警觉地看向她，恶声恶气地问：“笑什么笑？”儿媳并不看我，肩膀抽动了几下才回我：“啊，想起一点高兴的事。”我又想夸她了，被我这么折磨一通还高兴得起来，性格真好。儿媳收了我的卡后，孙女开始上幼儿园了。我们住的高档小区，离家最近的私立幼儿园一年收费10万。她全职妈妈没收入，在外工作的儿子给她的钱只够家用。我这身体的原主更别说了，1分钱都不会给她花。孙女一直拖到4岁没能去上学，都是儿媳自己给她启蒙。第1天上学回来，孙女很高兴，喋喋不休说着幼儿园里交到新的小朋友，园长妈妈好温柔，午休醒来会亲亲她的脸。见我坐在一边，孙女从小书包里掏出一个小车模型递给我：“奶奶，这是我亲手给你做的礼物哦。”我嘴角的姨母笑几乎控制不住，正要接过礼物，蓝色面板又出现了，触发剧情任务，将模型狠狠砸烂到地上，并不屑道：“一坨垃圾，谁稀罕？”小姑娘白嫩小手上托着礼物，一双眼乌溜溜湿漉漉地看着我，带着期待和小心翼翼的讨好，好可爱，好可怜。我怎么能当面摧毁一个小孩子的期待呀？可是冰冷的倒计时告诉我，要么死，要么就得做任务。我狠狠心，挥手将孙女手上的模型打到地上，手工粘合的零部件散落一地，一坨垃圾，谁稀罕？孙女被我突然的动作吓了一跳，又被我恶毒的话刺得身体发抖。在儿媳安抚地抱住她时，她忍不住委屈地哭了起来。我在心里陪着她哭，呜呜奶奶的乖宝啊，我不是故意要欺负你的。儿媳和孙女同时抬眼看向我，母女俩都有些泪眼汪汪。我心里愧疚更重，面上还要继续装出凶恶的样子。看什么看？有这功夫，不如带孩子去买个真的小车，以后少做这些小家子气的丑东西，丢我的脸。说着，我从兜里掏出手机，给儿媳转了2万。隔壁邻居家的小孙子时常开着小车满小区乱转，我看孙女也很喜欢，喜欢就买，买比他们家更好的。报完金币，我心里负罪感少了些。孙女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住哭泣了，只是一直抽抽噎噎地看着我，实在不敢和她纯净无辜的小眼神对视。我起身回了自己房间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一直保持着欺负母女俩，然后找借口报金币，减轻罪恶感的相处模式，直到我那外派国外的儿子回来了，还带回来一个大着肚子的小三。我坐在沙发上，儿子带着他的小三坐在我旁边位置，儿媳反而像个外人一样，手足无措地站在我们面前。孙女去幼儿园了，现在这屋里没一个人跟她站一边。她泛红的眼扫过我们3人，倔强地低头抿唇不说话。儿子揽住大着肚子的女人，对我说：“妈，这是小庆，怀了我的孩子5个月了。她外派国外也才半年，这是一离家就跟人勾搭上了。
如书中所言，我是个挑剔刻薄的恶婆婆设定。当初儿子要娶没学历、没家世、空有一张好脸的儿媳，原角色就极力阻挠过，没成。现在儿子带回来一个有学历、有家世，还怀着孩子的女人回来，按照剧情，我应该接受这个女人进门，并且伙同儿子逼儿媳离婚净身出户。儿媳本就在婆婆长期打压欺辱下心里压抑了，唯一的希望就是等到自己老公回来能护着她。结果等来老公出轨，小三怀孕登堂入室，一家子都说她是个废人，应该自觉滚出这个家，给三儿腾位置。孙女中途还因为上学无人接送被拐，最后儿媳家也没了女儿，也找不到，在重重打击下情绪崩溃，抑郁跳楼。母女俩这辈子再也没有见过一面。不，我看着儿媳即使到这种时候，依旧强忍委屈，不哭不闹的模样，心疼起来。看小说时，我都会因为她的遭遇而同情愤懑，更别说现在她站在我面前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我怎么能做帮凶逼她去死？可是蓝色面板不给我犹豫的时间，冷冰冰地开始发布任务，瞪儿媳一眼，骂她：“你是死人啊！来客人了，愣着干嘛？去倒杯热水过来。”我念出台词后，儿媳眼眶强忍的泪一下落下来了。儿子在旁边看了，神色毫无波动。从前两人恩爱正浓时，每当原角色为难儿媳，他都会从中交流，维护儿媳。翟种，你没有心！我在心里大骂渣男，面上还得装出和颜悦色的样子，对着张小晶说：“小晶啊，一路回来辛苦了吧？待会儿把我珍藏的一箱鳕鱼胶给你带回去，好好补补身体。”儿子也温柔一笑，握住张小晶的手说：“你看，我就说我妈会喜欢你的，谁说我喜欢这女人了？我巴不得一口水吐你们身上。”儿媳这时终于受不了了，她拿起桌上的杯子，一杯冷水泼到儿子脸上：“陈林，你忘了你当初说过会爱我一辈子吗？这才结婚几年，就带着女人逼到我面前，你让我怎么办？让小溪怎么办？”他流着泪，一向含笑的眼里满是痛苦。陈林面上闪过一丝心疼，到底是真心爱过的女人，怎么可能一点都不在意？在外面，身边只有张小晶一个女人，自然是张小晶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回了家，看到儿媳一如既往美丽的脸，这死男人肯定舍不得，既要又要的。我正旁观儿媳难得的情绪爆发呢，任务又来了，起身一把将儿媳推倒在地，并骂道：“你这女人有什么资格对我儿子动手？白吃白住养你这个废人这么几年，够仁至义尽了。其实他一点都不废，200平的大平层，不给请佣人，全靠他一个人打扫卫生。孙女和我的日常起居，他也照顾得周全。这要是换成去外面请家政加育儿嫂，也是一笔不菲的费用。只不过作为全职主妇，她的付出直接被忽略了。我观察了一下陈林和我的距离，起身走剧情的时候，假装情绪上头，没注意身旁，手在掠过陈林肩膀时用力，做出不小心带到的样子，狠狠给了他一耳光，然后推倒儿媳，开始骂人，一通操作行云流水。陈林没发现异样，捂着脸忍耐着痛意，他也不好意思说话怪我，毕竟我是他妈，我这是在给他出头。儿媳倒是红着眼看我，说：“妈，你别说气话了，现在这个家只有你能给我做主。呜呜，这单纯孩子被我这么欺负，还这么信赖我，可是我能帮他什么？我连想替他打渣男都得装作不经意的样子。按我说，他这性格还是太软弱。我要是他，我直接撕烂渣男的脸，将小三打出门去。反正领了证又有孩子，就是不松口不离婚，
他们能怎么样？儿媳仰头看着我，越看眼神越坚定。我正疑惑她看着我干嘛，她却突然起身，朝陈林和张小晶扑打了过去。陈林虽然是个花心的渣男，但他这人性格十里淘金，勉强能逃出个不打女人的优点。张小晶倒是想还手，但她怀着身孕，加上平时十指不沾阳春水，根本比不过做惯家务活的儿媳力气大。在儿媳全力出击之下，陈林只能护着张小晶躲避，一边往后躲，一边承受着儿媳在他脸上、脖子上抓闹出条条血红印子。他痛得嘴里丝丝吸气，新的任务面板一直没有出现。我干脆退到一旁观战，难得见儿媳凶相外露的时候，我一边看一边在心里为她鼓劲，打得好，打得好。左边脸应该再挠两爪子给她凑个对称，可以的话，伸脚踹她小腿2下，让她走不稳躲不开。哎呀，这一下应该打她胸口，让她没办法起身。儿媳就像跟我心有灵犀一样，我心里怎么想她就怎么打，越打越来劲。最后还是张小晶受不了了，她惊声大叫一声，推开揽着她一位后躲的陈林，也不顾自己的身子，冲着儿媳就撞了过去。他扯住了儿媳头发，两人一起摔倒在地。儿媳到底是善良，大概是因为自己也怀过孕，知道孕妇身体脆弱，跟张小晶一起摔倒后就没再挥手乱打了，甚至还下意识注意着不碰到她的肚子。儿媳头上一大把头发都被张小晶抓在手里狠狠拉扯着，我在旁边看着都觉得头皮发痛。陈林忙着拉架，这时没人注意我，我趁机往张小晶小腿上偷偷踹了2脚，他以为是儿媳踹的，吃痛大骂：“臭女人，你敢踹我！”同时他松了手上力道，捂着肚子开始哭起来：“林哥，我肚子好痛，这女人打到我肚子了！死绿茶，我可是看得清清楚楚的，根本没人碰到她的肚子。”儿媳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，没看抱在一起的两人，只看着我，我大拇指都要忍不住为她竖起来了。真棒，做人就是不能处处忍耐，有气就得撒出来。只是我手刚刚伸出来，新的任务又来了，给儿媳一耳光，并骂儿媳：“要是我孙子因为你这恶毒女人出事，就是陈林帮你说话，我也要送你去蹲局子。”什么弱智剧情？别说原配打渣男小三就该他们受着，就说张小晶肚子里的孩子没出生就只能算个胚胎，真要没了也不可能因为这个送人去蹲局子。但是倒计时听不见我内心吐槽，我忍着不爽，开始走剧情。挨了我收住力道的一巴掌后，儿媳哭着跑回房间，陈林带着张小晶出门去医院检查，走之前还对我说：“妈，你帮我跟他好好说说，这个婚我是肯定要离的。小晶等不了多久，肚子里的孩子出生后不能没有爸爸。”我点点头说：“我不仅要让他跟你离婚，还1分钱都不会分给他。”心里忍不住骂这男人蠢货一个，为了个坏女人把家搞得4分5裂。张小晶肚子里的孩子根本不是她亲生的。就在刚刚，我突然想起来后面的剧情，书中孙女长大回来认亲，被后妈和弟弟联手赶出门去，因为心虚，怕她分财产。后来孙女在霸总男主的帮助下，查出弟弟根本不是陈林亲生的，陈林被气得心脏病发死去，死前留遗嘱将财产全部留给孙女，这算是后期比较爽的一个点。只是孙女虽然报复成功，她的妈妈却再也回不来了。客厅一时间只剩我一个人，我坐在沙发上思索着怎么避免儿媳自杀的命运。同时，我试图在脑海中沟通系统面板。我莫名其妙穿书被你绑定做任务，不能是打白工吧？
书中我这个角色在张小晶嫁进来没多久，可就被气死了。我不想死，我等了一会儿，面板出现了，他果然能和我脑内沟通。宿主因为熬夜看本小说猝死，灵魂被吸进书中，走完恶婆婆剧情线后，报酬是送您回到现实世界时间点并复活。什么？我以为我看完小说是睡着了，原来是死了。下午时，孙女放学回来了，儿媳把她洗得干干净净，抱着往我怀里塞，宝宝去，跟奶奶贴贴，白白嫩嫩香香软软的小姑娘，疑惑但乖巧地靠近我怀里，扭头对着我笑得眼睛弯弯，完全不记我摔碎她送的模型小车的仇。天使儿媳生的小天使啊！我在心里土拨鼠尖叫，她太可爱了。儿媳一直在观察我，我努力稳住冷漠的表情。妈，小希还这么小，我想让她有个完整的家，我不想离婚，你会支持我的，对吗？孙女还不懂什么是离婚，她白天在学校也没见到爸爸回来，只鹦鹉学舌跟着他妈一起问我，会支持我的，对吗？母女俩如出一辙的圆溜大眼看着我，我嘴唇颤抖，说不出一句狠话。剧情任务这时候来了，将孙女一把推开，嫌弃地说：“你滚！你们都滚！你要是生个儿子，我还能留你；生个赔钱货，也想赖我儿子一辈子。”好歹毒的台词，但是为了我的命，我不得不说，孙女还小，听不明白我话里的意思，只在被我推开的瞬间就委屈地撇下嘴，要哭不哭地，脸蛋都憋红了。儿媳默默看着我，一时也没了话语。哎，一大一小都可怜。其实对儿媳来说，现在离婚还更好。陈琳太清楚儿媳软弱善良的性格，竟然嚣张到直接把怀着孕的张小晶带到家里来。为了照看孙女，儿媳在客厅装了移动摄像头，白天的监控视频就是陈琳婚内出轨的实际证据。儿媳拿着去起诉离婚，直接财产分一半，抚养权也能争取到。她带着孙女摆脱现在这个爹不疼奶不爱的家庭，还更有利于孙女以后健康成长。只是这些想法出于恶婆婆人设，我都不能说，看她能不能自己想通了。这样想着，我又自己加了一句台词：你要是赖着不离婚也行，我以后一天打她3顿，以后还要把她卖了彩礼钱给张小晶肚子里的孙子。被我指着的孙女双眼瞪圆，瑟缩地后退一步。按照儿媳对孙女的疼爱程度，被我这么威吓，总该想去离婚了吧？果然，儿媳揽住有些害怕的孙女，坚定道：“我要离婚。”陈琳估计是被张小晶留住，不让她回家。自从出门去医院后，就一直没有回来，儿媳也不联系她。直接去法院提起离婚诉讼。等到陈琳收到法院通知开庭消息时，已经是1周后了。出庭时，她甚至来不及请律师。当然，她肯定以为我什么都帮她安排好了，觉得有我在，儿媳总不可能在离婚这件事上拿捏她。于是等她看到她带着张小晶来家里，还直言说张小晶已经怀了他的孩子的视频时，他被打了个措手不及。你知道他说什么吗？下庭后，陈琳跟着儿媳回家找我，情绪激动。他说什么？话是问的陈琳，但我的视线落在儿媳身上，她眼眶有些红，但脸色还好，什么话也没说，越过我和陈琳进房间，开始收拾自己和孙女的行李。陈琳还在直喘粗气，我很好奇，儿媳做了什么让她这么生气？陈琳深呼吸几口气，才缓下情绪，复述儿媳庭上的话。她说我是婚姻的过错方，要求抚养权判给她，一半婚内财产给她，甚至还要我每个月支付抚养费到女儿18岁。
这不是很合理的要求吗？他这么激动，我还以为儿媳要求击毙他呢，人设不能崩。我忍下翻白眼骂人的冲动，装作被震惊的样子，从椅子上站起，手里的水杯在我的动作下没拿稳落了地，滚烫的水溅到陈琳腿上，她痛得往后一躲，我连忙抽出纸给她，让她擦擦。妈，你们到底怎么跟他谈的？他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唯利是图？从前单纯的样子都是装的吗？陈琳跟我说话时，语气带上了不耐烦。什么玩意儿？自己出轨还怪我给他擦屁股擦不干净？我说，我威胁他要虐待孙女，他才同意离婚。谁知道你这么多天不着家，其他事我跟谁商量去？陈琳苦笑一声，小晶最近胎动得厉害，身边离不开人。要是他知道我财产要分一半出去，还不知道会闹成什么样。我在心里接一句，等你知道她怀的不是你的孩子，也不知道你会闹成什么样。面上还要装作关心的样子，拿判决都下来了也没法子。小晶那边你好好安抚安抚。你说她怀的是儿子，可是确定了的？陈琳点头，确定。我陪她去找私人医生看的。身后传来一声嗤笑，我和陈琳转头，儿媳拖着2个行李箱出来，她没什么表情地看了一眼陈琳。当初答应跟你结婚，算我瞎了眼。转头看我时，她神色柔和下来。妈，你保重身体，有时间我会带小希来看你。夭寿啊，她是被我折磨出病来了，怎么好像很舍不得我的样子。NBSP 剧情到此已经跟原著很不相同了。儿媳没有按剧情抑郁自杀，反而顺利离婚，过上有钱有女儿没男人的幸福生活。我试图问蓝色面板怎么办，他没有回复。我也乐得见到这样的结局，便没有再多问。张小晶不愿意跟我这个长辈一起住，陈琳一直跟他住另一个房子。我很是过了一段时间的自由独居生活。我以为接下来就是等到张小晶嫁进来，因为不放心阿姨，要我亲力亲为给她照顾孩子，然后和我起了很多矛盾，直到把我气死，我的任务就能完成，回到自己的世界。只是还没等来张小晶，先等来了哭着上门的儿媳，她2眼哭得红肿。我一开门，她就脱力坐到地上，她抓住我的裤腿，声音嘶哑：“妈，小希不见了，她被人带走了。”我低头看她递过来的手机，上面是短信界面，短信内容映入眼帘：“你女儿在我手上，我要200万现金，敢报警就撕票。”我只觉得脑海里嗡的一声，不该是这样的。剧情里是我这原角色为了逼儿媳签净身出户协议，把孩子扣住留在家里，但是不上心没看住人，孙女早上起来一个人背着小书包出门，在上学路上被拐走了。现在怎么凭空出来一个绑架环节？我在脑海中反复呼唤任务面板，好一会儿，面板出现了，却不是以往的蓝色，反而是一片灰色，上面一行字：系统离线，剧情自动完善中，请稍等。我现在也顾不上人设了，将浑身脱力的儿媳扶起来，让她坐沙发上。我拿过手机回信息：要钱可以给，别伤害孩子。儿媳抖着嘴唇说：陈琳给我分的200万，我买了学区房，现在一时卖不出去，我凑不出这么多现金。她一副吊着一口气，随时准备晕过去的模样。我只能来做那个主心骨。我说：我有，我跟你现在就去把钱取出来，越快把人接回来越好。孙女是女主，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，但谁知道绑匪是什么人，会不会故意吓唬她、虐待她？毕竟小说设定了女主要有一段灰暗的童年经历，而现在儿媳没死，孙女跟儿媳生活的幸福快乐，
想起灰色面板上剧情完善中的字眼，我心里一沉，总有种不祥的预感。我和儿媳花了1天时间，跑了5个银行，才取够200万现金。绑匪要求儿媳一个人去他指定的地点，我拦住了儿媳，拿起手机回信息。为了凑钱，我联系了我婆婆。200万现金太重，我一个人也拿不动。我婆婆能一起来吗？那边隔了快2个小时才回复，可以，敢带其他人来。那你们3个人今天都回不去。我和儿媳拖着装满现金的行李箱，打车去了郊外，又在郊外上了一辆没有车牌的车，蒙着眼睛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才到一处废弃工厂。大概有4个人押着我和儿媳往楼梯上走。走了一会儿，脑后蒙眼部被掀开，废弃工厂的2楼，歪倒的破旧椅子旁边，孙女躺在那一动不动。我听见儿媳倒吸一口凉气的声音：“你们对我女儿做了什么？”她说着就要扑过去查看孙女的情况。一直守在我们旁边的人拿着刀上前：“老实点，等我们点好钱，你们才能接人。”我不动声色看了一眼，一共6个人，戴着口罩帽子，只露出一双眼睛。领头的人明显是坐在椅子上没动的那个，他暗沉沉的视线在儿媳和孙女身上来回转动，恶意满满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摊开行李箱点数的2人过来了，点过了，全是真钱，数目也对。儿媳旁边拿刀逼着她的人闻言，和领头的人对视一眼后，收了刀走到孙女旁边。他低头将孙女拎起来，恰好这时孙女从昏迷中醒来，见到陌生人，她一边挥手挣扎，一边哭起来：“呜呜，妈妈，我要妈妈！”儿媳快步走上前：“小希别哭，妈妈在这呢。”就在她要接过孩子的一瞬间，孙女将男人的口罩扯落了。“不好，杨哥，他们看到我的脸了。”坐在椅子上的男人动了，他起身将自己腰间的刀拔出来，刺向儿媳。是惯犯，灭口的事做得这么熟练。儿媳背对着他，又满眼都是女儿，根本不知道危险逼近。我咬牙冲上去挡住男人，男人阴狠一笑，下一刻胸口凉意漫过，一阵刺痛让我眼前一黑。我摔倒在地，一直藏在舌根的东西也掉了出来。领头人低头看一眼，骂了一声：“他娘的，这老婆子带了定位器，行李箱拿上，走。”我意识模糊地躺在地上，只觉得世界一瞬间兵荒马乱起来，纷乱的脚步声、警笛声、枪声，还有哭泣嘶喊声，好吵，好想闭上眼休息。我好像落入一个温暖的怀抱。儿媳的声音时远时近：“妈，你撑住，我们马上就能到医院了。”还有孙女一直小声叫我：“奶奶，奶奶。”我努力睁开眼，看到面前悬浮着变回蓝色的任务面板，剧情自动完善成功，系统已上线，传输角色准备传出。看来我真的要嗝屁了。我抬眼看儿媳，她身上脸上都是血迹，手徒劳地捂在我血流不止的胸口处。孙女小脑袋凑过来，在我心口处吹气，她学着妈妈平时哄她的样子哄我：“奶奶呼呼，奶奶不疼。”豆大的眼珠砸在我胸口，我已经没什么知觉，来不及了，我要死了。传出角色的进度条正在拉长，我撑着最后一口气对儿媳说：“其实我不讨厌你，善良柔软都是你美好的品格，只是以后要多为自己着想，委曲求全不会让你幸福，只会让别人变本加厉伤害你。”最后我看一眼孙女，努力对她露出个笑脸：“对不起，其实你送的手工礼物奶奶很喜欢。”进度条到底，我彻底失去意识。再次醒来时，我躺在自己床上，手机屏幕还停留在小说界面，没有关上。我扫一眼，
看到书中关于我这个恶婆婆的剧情也变了。亲眼看着奶奶死在自己面前后，女主留下了严重的晕血症。妈妈也因为奶奶的死决定出家，为奶奶的下辈子祈福。18岁后，母女俩聚少离多，一年也就过年那天见一面。而书中的张小晶在生完孩子缓刑1年后进了监狱，罪名是教唆犯罪致人死亡。因为领头绑架孙女的人是她前男友，一直拿她的私密视频威胁她要钱，她不愿意一直被吸血。又想到宁梦梦从陈琳那里分了200万，于是让她前男友去绑架陈小希，以此向宁梦梦勒索要钱。将所有变动的剧情看完，我放下手机。之前在书中没有名字的儿媳，现在也有了名字，原来她叫宁梦梦。儿媳番外，女儿最近恋爱了，她很苦恼，说男朋友身世显赫，她觉得自己配不上。妈妈，我真的很喜欢他，我不想放弃。我口中念了一句佛号，对她说：“随你自己的心就好。”女儿苦恼地皱皱眉，她家里人会嫌弃我的。看来她真的很喜欢那个不知名的男孩子。往常她是不会来寺庙里打扰我清修的。我对婆婆一直愧疚，她理解我的心情。这么多年，我又不可避免想起来婆婆在我怀里断气那天。她闭了眼，嘴唇没动，却有声音传出来：“时间来不及了。我知道你能听到我的心声。我房间保险柜里有3张银行卡，保险柜密码和银行卡密码你记好。等孙女长大谈恋爱了，你把钱拿出来给她。女孩子追爱要有底气。还有张小晶肚子里的孩子不是陈琳亲生的，这个消息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？你别急。等他倾注时间精力把别人孩子养大了，你再揭露，气不死他个狗男人。那天以后，我再也没有婆婆了。其实该死的那个人是我，他是替我的。女儿还在拖着脸等我给她拿个主意。我回神对她说：“你幼儿园背的那个小书包夹层里，我放了一张卡，密码是你生日，里面是奶奶给你准备的恋爱基金。”女儿眼眶红了，4岁时的记忆没有随着她长大被遗忘，她一直记得奶奶为了保护我和她而死。女儿委屈地撇撇嘴，奶奶还在就好了。我拍拍她的肩膀，小姑娘现在长得比我这个妈妈还高，可以独当一面了。我说，你爸这些年生意做得大，陈江离不是他亲生孩子的事，是时候告诉他了。女儿眨眨眼，奶奶说的话我也一直都记着呢。我和她对视，突然想起很多年前的夜晚，她捂着小嘴，悄悄跟我分享她的新奇发现。妈妈，奶奶好厉害，不张嘴也能说话。而我告诉她，这是奶奶的秘密，我们不能告诉别人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婆婆就已洞悉我们能听到她心声这个秘密。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过去终将会过去，但故事已然成故事。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，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。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